飞速崛起的中国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致命威胁。2022年年初，一份出自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报告引发了热议。在报告中，大西洋理事会详细分析了中国未来的竞争策略，可谓是面面俱到。他们认为中国在下一盘无与伦比的大棋。大西洋理事会为何这样说？大西洋理事会这篇研究报告的名字很长，叫《掌握优势：美国新版国家防卫战略展望》。顾名思义，报告立足于美国国防，是一封对美国政府的建议书。从宏观上，智库分析了目前的世界局势，点出了美国所面临的困局。而就微观来说，报告里特别提及了中国。在大西洋理事会看来，飞速崛起的中国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致命威胁。在形容这种威胁时，大西洋理事会引入了一个极富中国气质的概念——围棋。众所周知，围棋起源于中国，最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记载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先后传入日本与欧美，成为了颇受欢迎的益智运动。大西洋理事会斩钉截铁地表示，中国一定在下一盘大棋。报告强调，中国计划从各个方面包围美国，对美国进行截杀，从而完成自己的华丽蜕变，好似棋盘徐徐展开，落子无悔。智库用严厉的语气提醒美国政府，国家安全不单是军事上的安全，更牵涉政治、经济与外交多个领域。而在这些领域中，中国近年来都有着亮眼的成就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中国首先会在军事方面抗衡美国，而南海便是冲突的焦点。美国另一知名智库 CSBA 曾预测，到2035年时，中国海军便会反超美国海军，无论是军备数量亦或是航母作战能力，都将攀登上又一高峰。南海是中美必争之地，在美国的印太战略里占据着无法替代的作用。当野心勃勃的美国撞上实力强劲的中国，究竟鹿死谁手，目前还无法断言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面对领土威胁时，中国必将寸土不让。不仅如此，军事仅仅是开端，中国在政治上的结伴不结盟，也冲击了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，亚洲格局或将再被改写。而经济上的腾飞自然不必多说，美国股市崩盘， GDP 下滑，内部矛盾重重，大洋彼岸的中国却发展势头良好，不但有一带一路的加持，还积极推动着人民币全球化，冲击了以美元为基础的贸易体系。当我们细读这份报告，便会发现它的发布时间也别有深意。去年年初，俄乌冲突爆发，其背后蕴含着西方阵营的新一轮利益扩张。美国居于阵营之首，既是俄乌间的挑拨教唆者，又是暗自布局的野心家。今年，美国国力大不如前，如何在政治、经济等领域寻找新的突破口，再定义全球秩序，成为了美国政客们的首要目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份报告诞生时，一年一度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尚未发布，无怪乎有人将此视为一种发射给五角大楼的信号。2002年10月，拜登政府国防战略重磅发布。从内容上来看，这份国防战略与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报告一脉相承，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对中国的关注。在美国眼里，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全面且严峻的挑战，应当被定义为首要安全威胁。不仅如此，美国政府还指出，中国的威胁是全方位的，大有包抄合围之势。而其中最受美国关注的是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。印太是近年来美国战略中最重要的词汇，也是亚太再平衡的全新发展。早在2018年时，美国国防战略便将大国竞争列于首位，取代了曾经的全球反恐。美国认为中国势必也会在印太地区发力，为自己争取话语权。首先，就政治上来说，中国很有可能阻碍美国在印太的结盟计划。按照规划，美国试图与日本、澳大利亚与印度构成四边形，深化合作，从而令自己最大限度地参与亚洲政治。剩下的韩国本就长期处于美国的影响下，东南亚各国也成为了美国拉拢的对象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美国多次在南海挑起纷争，甚至怂恿东南亚国家侵犯中国领土。美国的目的很简单，拉更多国家入伙，一起孤立中国，遏制中国发展。最终，美国希望能够令印太地区盟友也逐步北约化，从而构建起一张密密麻麻的霸权关系网。在美国的印象里，最好欧洲的盟友也能和印太的盟友联手。去年6月，日韩领导人前往马德里参与北约峰会，便暴露了美国赤裸裸的企图。但令美国意想不到的是，如此重压之下，中国竟然也表现得不卑不亢。中国一语中的道出了美国的阴谋。中国威胁论本就是无端指责，充斥着满满的恶意与偏见。中国向来主张和平崛起，从不主动挑起事端，更不可能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威胁。更让美国忧心的是，中国还做出了声明，中国向世界承诺，不管发展到怎样的程度，中国永远都不会搞扩张，更不会像美国那样称霸。因此，中国的崛起是一股和平力量，而中国的发展更会给全世界带来机遇。一听这话，美国顿时坐不住了。
美国敏锐地意识到，中国不但有实力改写他们的印太战略，甚至有可能说服美国的老朋友欧洲。中国识破了美国战略调整背后的阴谋，无论是曾经的欧洲优先，还是现在所谓的亚太优先，本质上都是为了美国优先。俄乌战争期间，欧洲各国为了在政治上跟随美国，便在经济等多个领域一同制裁俄罗斯，令国内的能源危机不断加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身为盟友的美国不但不施以援手，反而趁机疯狂敛财，令人不齿。中国则是美国的反面，向来遵从贸易法则，绝不落井下石。依照目前的形势来看，俄乌冲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，欧洲空余出的市场很有可能被中国填满，这是美国万万不愿意看到的景象。伴随着贸易合作的深入，欧洲各国与中国的关联也在不断增强，这便更令美国感到惶恐，因而只能编造谣言，渲染紧张氛围，试图将中国变成靶子。除了政治与经济上的顾忌外，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增强也令美国忧虑。但实际上，美国才是全世界拥有最大核武器库的国家。美国的核威慑层出不穷，不仅曾公然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，甚至大搞三位一体的核武器体系。反观中国，我们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审慎。中国承诺不参加军备竞赛，只把核武器的数量控制在维系国家安全需求的最低水平。尽管如此，美国还是不断煽动着世界的情绪。美国防部不止一次发文，声称中国正在不断扩大核力量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不过是美国用于打压中国的另一种借口。由此看来，中国的棋子究竟落在哪里，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所谓的大棋本来就是美国的抹黑。客观来说，中国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步伐稳步前进，持续发展。可落在美国眼里，就成了步步为脚，心怀不轨。这或许又从侧面微妙地印证了美国做贼心虚，所以想要先发制人。其实，无论是美国智库还是美国官方，都根据这一盘大棋的理论，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，而这些反制措施更暴露了美国的狼子野心。大西洋理事会在发布研究报告的同时，便给美国政府提出了4点建议。而在国防战略正式发布后，大西洋理事会又对此进行了新一轮评估。在这一轮评估中，一体化威慑的概念正式出现。一体化威慑的最终目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从而既达到威慑目的，又令美国免于战火。大西洋理事会清晰地点出，要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与水下作战能力等方面和中国进行长期竞争，尽快转化研究成果，按需制裁中国企业，从而切断这一盘大棋的命脉。但是这不过是理论层面的想象，这种高难度威慑究竟能否展开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一面是虎视眈眈的欧洲，另一面是平稳前进的中国，国防部的预算或许根本无法支撑一体化威慑进行，从而使所有豪言壮语都成为空谈。至此，这场由美国智库掀起的讨论也终于可以落下帷幕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围棋论是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。为了造谣中国，美国智库也算是勤勤恳恳，不遗余力，不仅硬造出了新词，甚至还结合了中国传统。但是说1000道1万，这也不过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想象。中国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已经在美国的想象中背负骂名。但是换个角度想，这恰恰也印证了中国的实力。中国处处落子，但并非是为了对抗美国，而是光明正大的和平崛起，这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崎岖之路。但风雨之后见彩虹，未来必定充满光明。2023年5月20号，蒙古国国家应急管理局表示，国内肯特省出现特大沙尘暴，已经造成120人失踪，其中104人通过各种方式寻到踪迹，另有16人永远消失在漫天飞沙中。蒙古沙尘暴由来已久，不但影响本国的空气环境，甚至我国北方42%的沙尘正是拜蒙古国所赐。据2017年统计，蒙古国已经有76%到78%的土地荒漠化，国家正在被大自然吞没。蒙古国的荒漠化为何如此严重？蒙古有2大支柱性产业：畜牧和采矿。蒙古是内陆国，国土面积156.56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只有340万人，相当于境内牛羊总数的1/20。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，一生都与牛羊马打交道，骨子里流淌的血液就是跟着雨水游牧远方，带着老婆孩子和牛羊到处奔波。蒙古国建立后，祖传的功夫没有扔掉，依然去青草茂盛的地方牧牛羊。这种居无定所的生存方式显然不能发展农业、工业和一定规模的企业，所以只要放牧，其他行业基本就做不了了。虽然放牧能赚钱，但是毕竟周期长，利润有限，能保障人民不会饿死，但实现温饱有很大难度。唯一多赚钱的办法是增加畜牧量，牛羊多了，总利润自然就上去了。蒙古人祖祖辈辈依靠草原生存，对生态保护没有深刻的认知，只知道放牧能挣钱，便大力发展畜牧业。
没想到为以后的土地沙漠化埋下了伏笔。作为畜牧业大国，蒙古国的牛羊马大多销往中国与俄罗斯，运输成本不高，而且市场需求量巨大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蒙古人不断扩产，进一步推动畜牧业的规模和产能。就在蒙古卖力养牛羊时，土地沙漠化的步伐也加快了。春天，从北往南刮来的风吹掀了大片沙尘，将蒙古笼罩在一片黄色的世界中。而这些沙尘会在几天后继续南下，刮到我国内蒙古，再一路南下到河北、山东等地。每个草长莺飞的春天，我国北方大部分区域总会被沙尘侵扰，而其中 42% 的沙尘是从蒙古国一路刮来的。事实上，蒙古国的土地荒漠化的趋势从东北向西南递增，沙漠是最彻底的荒漠化，而东北地区逐渐稀少的植被，则是蒙古不得不小心对待的话题。曾经一片苍茫的草原，如今已经脆弱的有些不堪一击。实际上，草原荒漠化严重，除了人为因素外，自然环境也是其中的原因。蒙古是内陆国家，平均海拔1580米，地势相对较高，向东无法享受太平洋水汽结成的降水，北边又有杭爱山和肯特山阻挡了北冰洋裹挟的水汽，所以北部山区可以形成部分山林，但再往南则因为水汽无法渗透太远，而逐渐变为草原甚至荒漠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蒙古国全年降水量为230毫米，远远少于我国北方的400至600毫米降水，更不用说南方雨天频繁的地区了。如此特殊地形下形成的植被覆盖情况，注定了蒙古国的牛羊只能在中部和北部饲养。但是牛羊的最佳成长环境是草原，并非山林。杭爱山和肯特山的区域不太适合放牧，畜牧业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压缩，导致牛羊来来回回只能在相对小一点的范围吃草。1982年，蒙古国牲畜数量为2480万头，经过这些年的辛勤培育，到2022年已经高达7110万头。牛羊多了，而绿地一直没变，所以荒漠化加深了。为了国家经济，蒙古人扩大畜牧业，暂时放弃了保护环境。那么，国家因此养活人了吗？事实上，蒙古依然是亚洲比较贫困的国家之一，用原始的方式放牧，肯定赶不上科学放牧的效率。虽然畜牧业总利润一直在提升，也终究改变不了贫穷的局面。想致富，蒙古需要在其他方面找突破口，于是他们瞄向了本国的矿产资源。和畜牧业相比，矿产绝对是蒙古国正国级别的产业。根据蒙古国海关总署资料，2023年1季度，蒙古出口总额达32亿美元，矿产品占出口总额的 84%。也就是说，矿产是蒙古经济的命脉。蒙古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，且早在1945年便在欧洲国家的援助下进行开采。那时候二战刚结束，不管欧洲还是蒙古，在矿产开采方面的力度并不大，所以开采进度也比较缓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与蒙古关系密切的苏联也派专业人员到蒙古勘测矿产。在多方努力下，一座座储量惊人的矿藏陆续出现，为改变蒙古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直到这时，蒙古国意识到地下埋藏着多么惊人的宝藏，他们没有先进的技术，于是颁布了矿产资源法和外国投资法，通过层层优惠政策招揽有开发能力的外国企业入驻。就这样，包括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、巴西、俄罗斯、韩国等诸多国家开始不断探索蒙古的土地，试图找到更多的矿产资源。于是，曾经绿色的草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堆满了矿石的小土坡。一串串蓝色的家产款卡车排着长队，等待挖掘机将它们空荡荡的后斗装满，然后一溜烟奔向加工厂。后来，苏联解体，失去靠山后，蒙古忽然失去了安全感。苏联解体后，蒙古为了继续发展经济，直接倒向西方。为了彻底贯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，蒙古直接开放了外力企业投资的渠道，将大量煤矿的所有权改为私有，试图完全将经济发展交给市场。为了吸引外资，蒙古放宽了外商投资的门槛，加大了优惠力度和福利制度，真正做到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化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蒙古的采矿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汇聚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，在西式快餐店里谈论着矿场上的事情。这看似繁荣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的蒙古社会状态，但国家的财富并没有因此增加，甚至因为采矿过于私有化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，贫富差距拉大，打破了国家经济的平衡。等蒙古人幡然醒悟，想要将市场拉回正轨，已经有些来不及了。2008年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，蒙古出口的矿产遭受削减，从而使国家经济重创。这个原本不富裕的国家更加雪上加霜，国家没有足够财力帮人民渡过难关，穷人只能躲在贫民窟挨饿，而富人为了规避风险，也变得小心谨慎，将钱死死攥在手里，只等待危机度过。2012年，蒙古发现再不变革，未来将是一片黑暗，便很快通过了关于外国投资战略领域协调法，
规定外国企业投资战略领域需要蒙古官方批准，并且股份超过 49% 的项目还需要蒙古议会2次批准。这则法案的颁布直接打击了外企的投资信心，导致当年外国来蒙的投资比下降了 17%， 蒙古的经济因此受到极大震荡。正如蒙古教科文内部所言，所有出口产品中 45% 的没有技术含量， 52% 是低技术产品， 3% 是中低技术产品。蒙古出口的矿产其实不需要高技术加工，原本完全可以自己生产。正是过于依赖外资的力量，致使外资一停止投资，蒙古的经济即刻受到影响。自法令颁布以来，外资在蒙古的投资比重连续5年下跌，到了2016年直接崩盘，国家负债200亿美元。眼看国家接近破产，蒙古人只能变卖家里的牛羊和仅存的一点首饰缓解危机。这时的蒙古可能会想到当初做的种种决策有多愚蠢。不过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中国在蒙古承建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拉近了两国的关系。俗话说，要想富先修路。这条关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大道让大量产品途经蒙古，在一定程度上为蒙古的交通产业带来了一定收益。另外，贸易之路的开启增强了商品之间的流通，也为蒙古展示了一条新的经济形势。这条高速公路自2016年承建，在2019年全面通车，是蒙古唯一一条高速公路。该公路建成后，以网络视频形式与世界人民见面，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，也有网友称它为最美公路。除了帮助蒙古建路外，中国也不断将治理内蒙土地荒漠化的经验传授给蒙古，使其不断改善国内土地荒漠化的情况。2022年，中蒙签署荒漠化治理双边合作文件，携手治理土地荒漠化。此外，中国也在2022年11月办理关于土地退化与荒漠化防治的技术培训班，以线上视频的形式传授防治经验。今年5月，中蒙双方就设立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又达成共识。假以时日，在中国的多方面帮助下，蒙古一定会治理好土地荒漠化，恢复生态平衡，再现辽阔的草原风光。